欢迎您来到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 AWS 的解决方案架构师申兆勇。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 OfficeLook 的 CTO 汤亨坤先生。Roshan 你好。邵勇你好。我们可以看到，Roshan 给我们带来了2个架构，但是在介绍这2个架构之前呢，先介绍一下 OfficeLook 你们的公司。OfficeLook 是一个在线的一个 SaaS 服务提供商。那主要是针对于广告行业做广告效果的一个监测的。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数据的一个广告数据的一个分析、追踪，广告的上下游的一个流量管理。对。主要是做数字广告业务的，是吧？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架构，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架构？好的。上面这个架构呢是我们的一个早期架构。那我们用户的访问数据是从公网进来，经过 E2B 到 EC2。然后 EC2 的数据会有2条走向，一个是往 RDS 当中去写，另外一条是往 S3 当中去写。RDS 当中的这条数据主要是用于我们数据的一个追溯、溯源查询，会经过另外一个 EC2 集群写入到写入到 HBase 当中，然后再由我们的报表服务去溯源分析。然后第2条支线呢是经过 S3， 由我们的 EMR Spark 进行低时间力度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聚合之后写入到 RDS， 再结合我们的报表的服务溯源加高维度的数据聚合，之后再提供给我们的 Web 查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典型的就是大数据的一个解决方案架构。然后在上面是主要做实时的数据的溯源，是吗？对的。下面主要用来生成相应的一些报表。那后面又出于什么原因对这个架构做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存储了多份，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另外一个，整个数据的一个从产生到查看这个链条是比较长的。那从这2方面去考虑的话呢，我们才衍生出到后面一个下面的这个精简的架构。对，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它。好的。前面的数据流程还是差不多的，经过用户的数据经过 E2B， 然后由 EC2 去进行初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存入到 S3 当中，然后 S3 结合 S3 的 Select 加 EC2， 这样去进行一个数据的溯源，然后再由我们的报表去查询溯源数据。另外一部分呢是 S3 从 EMR 跑出那个低维度的那个时间力度的那个数据，写入到 RDS 当中，然后报表同时结合原始的一个溯源数据和一个低时间力度的报表数据，再次进行一个聚合之后，写回到 RDS 当中，再去供外部查询。这个架构 BT 上面来讲确实是精简了一部分，而原先的数据又要在 RDS 和 EMR 存储，现在只在 S3 里面存储，是吧？对的。所以说它的效率上有了提高，然后有没有其他一方面的一些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数据有多份存储节约成本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基于 S3 加 S3 Select 这一块提供了跟 HBase 对应的一个查询效率，也都是毫秒级的。对，您刚才提到有 S3 Select， 对 ，S3 Select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好的。我们业务当中使用 S3 Select 是因为我们的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唯一 ID 的设计。
那用户每一个请求都会产生一个唯一 ID，这个唯一 ID 会跟时间戳和局部唯一 ID 相对应，然后去产生一个就是加密，产生一个 S3的 key，然后溯源查询的时候，再去根据原来的那个唯一 ID 去解密到时间戳和对应的那个局部唯一 ID，然后再去通过 S3 select 去查数据。也就是使用 S3 select 这个特性，仍然是达到了原来使用上面这一块的这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的。而且在成本上省了很多，在数据的存储上，其实是现在是在 S3里面是没有上限的，所以说从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好处，是吗？对的。这个优化过后的这个架构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架构，不仅仅在我们可以达到毫秒级的海量数据的一个实时查询，是吗？对的。我们的历史数据，就全部都存在 S3当中了，就不需要再去多份存储。好，那谢谢您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架构。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